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上一支影片原本我以为只是把我经历的事情分享，希望阻止更多人受骗，真的没想到还会有后续这一集。虽然我大学时被骗了5万当学费，这5万虽然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巨款，让我难过了很久，但这5万块的学费真的让我增加非常大的诈骗抵抗力。虽然对诈骗的社会经验有了，但对恐吓的经验倒是严重不足，所以还是决定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当你看得够多，下次遇到就不会这么害怕了。在分享完后，真的不知道群主从哪里看到我这冷门的影片，立刻我就被踢出了群组，然后我就经历了可笑又荒谬的一个晚上。以前觉得反正我没做过什么违反善良风俗的事，所以个人资讯其实都蛮公开在网络上的，脸书、IG、YT 都互相有连结，而且是公开的。一开始是发现影片下面的留言有一些是假关心真恐吓，账号点开就知道是当天创的免洗账号，明显是诈骗集团相关留言的。接着我的 IG 被莫名的账号限动 tag， 就是这个唐可欣，想当然名字跟照片绝对都是假的，而他的限动内容真的是惊人的好笑，内容就是以下这几张。以没有报酬的角度来说，还蛮用心的。值得赞赏的是，当其他恐吓我的人已经放弃的时候，发现他今天还有继续发限动做新的图片，这个用心程度，他应该值得少一次电击。最好笑的是，居然还有我的个人专属精选。由于 IG 是公开账，也开始有假账号乱留言。虽然我的确之前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兴趣，也偶尔会约 model 出来拍照，但跟我拍过的 model 应该会知道，不要说拍照的时候动手动脚这么高难度了，我社交能量弱到连拍完维持联络我都做不到了，所以这个还真的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反而一些朋友或是拍过没拍过的 model 被他骚扰传了造谣的文字，我才觉得不好意思打扰到他们。当然我觉得我的朋友是不会相信的，不是我的朋友看到那个人的账号这么假，有点识读能力也不应该相信。总之这个手法虽然我不懂有什么必要，但是真的我是无感啦。另外补充一下我新学会的一招，先复制这个 IG 的账号，点开 IG 的登录画面，点击忘记密码，就会出现请查看电话是否已收到重设密码的连结，把这边出现的国码加855拿去 Google 查一下，就出现了加855就是柬埔寨哦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而我的 LINE 呢，出现了好几个好友邀请，好吧，这边只能说是我自己好奇心太强，想要看看他们要干嘛，所以明知是诈骗同伙还自己按同意的。第一个账号开头就先冠上我是强奸犯的称号，一阵乱骂，电话打来我不出声，他也不出声，甚至威胁我2天就会让我去死，最后还再一次强调强奸这件事。这边我超级好奇一件事情的，明明他们都是一伙的，他们捏造强奸这件事情想唬外人就算了，我可是当事人耶，唬我有必要吗？因为这个账号没头贴，另一个有放照片，想说多点资讯就加了另外一个账号叫做金毛的，开头先献了一把我家的地址资讯，这个我前面的影片有点头脑都可以直接查到了。他还花了50万买我的个资，不过他提到了我妈，我还是不争气抖了一下，也是放话给我2天的时间。认真想的话，真的会觉得他们讲话蛮好笑的，要逼他才会说出我家地址来吓我，所以他是觉得我没有逼他，他就放弃吓我了是吗？因为女友阻止，所以我都没有回他们。虽然理智上觉得想不通为什么要造谣恐吓我，因为我既没有被诈骗，也没有利可图，唯一想得到的就只有他们很生气，想发泄情绪而已。但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当下我其实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所以在朋友的建议下，还是去报警备案了。做笔录的过程中，警察蛮专业快速的抓住重点，做好笔录。他比较担心的不是我的人身安全，反而是怕我精神上的恐惧。因为就他的经验，通常只是单纯的恐吓，的确虽然理性上会觉得不应该屈服，但的确会造成精神上的打击。回家后，对方也试着打电话过来继续恐吓，赖不接就立刻换 IG 打来，结果这个唐可欣打来还不就是个男生，就是同样的人。喂，怎样？啊，恁爸咧甲你咪，你是袂回呐？你是啥小啦？我唔捌你。你唔捌我吼，我真紧着你捌我吼。
不要紧吼，领导伊都会恁爸拢知影啊，自立街嘛，好，自立路，好，吼，好，伊来干你笨蛇，你会算中间哦，你啊笨蛇哦，你会算哦，你会使讲国语无？你会算呐，袂用哦。你伫倒位？恁爸叫金毛呀，恁爸叫金毛呀，高雄应该问会到啦。好，你问啊。好，我去问。好，你名鸡排也好，你连面啊，我讲啊，等2工啊，今日你后面2工啊。讲你今人倒位啊？不要紧啊，我叫人去我叫人经过找你啊。我小你对啦。你唔是知？伫安呐，好，随等我哈，你还臭鸡排嘞。因为觉得有点被影响，所以就把 LINE 跟 IG 都给封锁了。封锁完这2天其实都很安静，好像没什么事一样。所以大部分人其实不要像我一样无聊乱加就没事了。在这段期间，我去了各反诈骗论坛逛了一圈，不仅看到一个手法十分相似的LINE群，广告单上的获利也十分的相像。我在下面的网友回文中找到了真人影片的真相。原来那些影片很可能是真正的受害者，他们在拿到账面上的假收益后，会被要求退群，并且拍摄影片建档。在受害人退群后，诈骗会用受害者的大头贴及名义再次进群当庄脚。太狠了，真的太狠了，杀人诛心啊！受害者被骗前还要主动拍下见证影片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忙骗其他人。难怪我觉得那个语气并不像是 AI 造假的。脸书因为我少用，所以一时没发现，也有他们的同伙要加我，而且蛮幽默的叫台西郎。在2天的亲近及重建信心后，我手贱又想试着与他们沟通，这边我就不讲解了，有兴趣再暂停观看。总之他们还是一样乱骂脏话、乱恐吓，而且我发现他们其实也很害怕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们只敢把恐吓跟造谣的强奸做连结，绝口不敢提及诈骗群组的事情。最后的最后，可能已经知道恐吓没有用了，对话就留在不读不回及已读不回中了。整件事情当中，除了恐吓我的不敢提及诈骗，沉浸在我强奸别人的剧情中恐吓我以外，第二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，执行长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我在经历踢爆及造谣恐吓事件后，继续丢他，居然还是有回应。甚至我主动提及被踢出社团以及被诈骗集团骚扰，他都不为所动。我觉得这实在是太违反人类的行为。我还故意为难他，表明我遇到诈骗，把上面诈骗的文宣传给他。他居然心平静气地回应了我的疑问，即便我直接质疑他是不是 AI， 他还是没有任何动摇。对于诈骗文宣，也表示应该要去问当事人。虽然中间有些看似好像也是在暗暗恐吓我的文字，但是真的很隐晦，我还是觉得他一定是 AI 啦。大家觉得呢？总之，执行长最后跟我说，希望能保持联络，还按了我的回应一个赞。但这件事情要告一段落了，我要继续认真改造房子了。希望大家看完影片后能更从容应对诈骗及恐吓。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